大家好，我是嘟嘟。大家好，我是彼得舅舅，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番薯茶果，很好吃的，果皮很软糯，内馅又特别美味，无论是当早餐或是下午茶点，一样叫人享用后心情愉悦，很开心。我们开始来料理了。橙色番薯去皮后，净重350克，切成片状，大火蒸20分钟。接下来处理其他食材，沙葛250克，切成厚片。然后切成条状后再切成丁，沙葛颗粒不建议切得太小，吃了会比较爽脆。好了，搁置一旁备用。虾米30克，清洗后清水浸泡15分钟，沥干水分后剁碎备用。香焖花生1罐，任何牌子都行，全部倒出备用。准备就绪后，开始来炒内馅了。锅里头倒入食用油2大匙，红葱片50克，倒入爆香。油爆至葱片一点金黄色后，接着再将蒜末加入，继续爆香。待蒜末溢出香气后，再将预先备好的虾米、咸菜脯40克、香菇3朵，切成丁，全部一起倒入爆香。炒至锅里食材溢出香气后，再将沙葛加进来，香焖花生也一样全部倒入。接着再加入半小匙胡椒粉、半小匙五香粉，最后再加入1大匙蚝油。因为花生罐头自带调味，所以只需要多加1点蚝油调味就可以了。那如果您个人比较重口味，可以适量再加点盐，此部分还请自行调整。待所有食材都炒匀后，可以先试个味。味道刚刚好。起锅前再加入适量芹菜拌匀，拌一拌，这香喷喷的内馅就完成了。全部倒入个料理盆内，待凉备用。这时候的番薯也已经蒸熟了。取出，趁热压成泥状。接着加入白糖30克，让糕皮有点底味。喜欢糕皮甜一点的朋友，这白糖可以多加10克。接下来再加入糯米粉350克，分2至3次加入拌匀。这糯米粉与番薯比率为1比1。接着再加入清水250毫升，清水分多次加入，再慢慢和匀。不同牌子的糯米粉吸水量不同，所以这水的用量还需要自己稍作拿捏。待面团完全和匀后，再加入1大匙食用油，增加面团柔软度，继续将面团揉至光滑。揉匀后的面团
记得盖上湿巾保湿。蒸格内垫上1张香蕉叶，抹点薄油防粘。找不到香蕉叶的海外朋友，可以改用烘焙纸或干脆不用。揪出小鸡面团，每小鸡重60克。搓圆后，用拇指在面团正中按个深穴，再捏出个小碗状。在里头勺入适量预先备好内馅，收口捏紧。生坯搓圆后，可以稍微按扁成圆饼状，或捏出您个人心意造型都可以。一个生坯就完成了。舅舅今天这番薯茶果是用蒸熟做法，您也可以将生坯按成圆饼状，再取个平底锅，加少量油，小火慢煎至两面金黄色，就可以享用了。这就是煎熟，也很好吃。如果大家喜欢，未来舅舅可以特别做支视频分享做法。这内馅也可以用红豆沙、黑芝麻、黑糖椰丝等馅料做成甜味茶果，也很好吃。今天这食谱可以完成成品15个。蒸锅里水热上气后，放入蒸格，中火蒸10至12分钟。时间到熄火，直接开盖，在高面涂一层薄薄炸葱油。这除了增香，成品冷却后也不容易变硬。哇，这也太好看了啦！是的。成品金灿灿的，而且用的又是纯天然成薯色，完全没有任何色素添加，可以放心享用。糕皮软糯微甜，内馅鲜美，尤其是加了那香焖花生后，嚼起来又香又绵密，吃过了开心。喜欢糕果更有韧性，不容易破皮的朋友们，可以在食谱内多加个50克粘米粉，但不喜欢韧性的朋友可以不加。这完成后的成品放在室温下，隔夜也不会变硬。第二天早上不需重蒸，可以直接享用。享用不完的可以冷冻起来，食用前直接蒸或煎热即可。舅舅的番薯茶果大家还喜欢吗？请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一支视频再见。大家再见。